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 Star Wars 的动画入门篇。那相信各位可能有听过动画，那其实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的物件呢，可以可动的形式呢，来呈现给其他人看，或是你要表现说它的结构是什么样，或者是说你要让它像电影的摄影机这样子来移动，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会来一一的跟大家讲解。那这边呢，还是要呼吁一下各位，如果呢你有想看的单元呢，请到影片底下的叙述打开，那里面呢会有时间轴，你可以去点选你想要的单元我那边都会有注明，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快速的跳到你想要的单元。好，那这样子我稍微来介绍一下动画。那我这边呢会先播几段用 Star Wars 所做出来的动画。那我这边呢是用入门篇所做出来的。那怎么做我会再跟大家来解说。那我们就先来看一段动画吧。那在开始动画入门篇教学之前呢，先来介绍一下它使用的环境。那我们在进入零件或者是组合件的环境的时候呢，都可以进入动作研究这一个的环境就是动画。那我们就直接点进去，点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进入这个动画的环境。那一般这里会有3个选项，那等一下有说明的时候会再来详细的解说。那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时间轴。那想必没有使用过的人，可能对于时间轴是比较陌生一点。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每一秒的时候，我们的零件要做什么样的动作这边都可以去把它设定出来。那这里呢，就是一个比较你把滑鼠移过去呢，它都有解说。那这几个呢，我后面有讲解到的时候会再来详细的说明。那基本上它就是以这样来做动画的环境，其实看起来是蛮简易的。那怎么做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那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使用摄影机呢，来套入 Star Wars 这里，产生一个犹如电影般的那种摄影机的视角呢。那这边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先前所制作过的实际的案例像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八阵图它就是使用摄影机视角来呈现的。那这边呢是一个算是比较入门一点的比较容易一点的方式。那要怎么做呢？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先进入了这个环境之后呢，你在这个光源与摄影机这里按下右键呢，直接加入一个摄影机。那按完之后呢，它就会预设呢说一开始我们的视角要怎么呈现。假设我是这样子，我直接按打勾那它就显示出说一开始我的位置是在这里。那这里呢，我们把这个三角形给它打开来，我们找到摄影机，是这个摄影机2。好，那如果你是没有用过的话，应该是摄影机1。那我这边就是我们大家去调整一下视角，菱形的地方呢，按下右键复制，然后呢拖移到1秒或2秒看你下一个镜头是要在第几秒呈现。我假设在1秒，在这边给它贴上之后呢，你在这里再点2下，再进来，然后它的意思就是现在的视角是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嘛。那假设呢，我要让它有
旋转移动，就是摄影机呢绕着这个物件旋转的话，那我就从这边把它拖移过去。这边呢会有3轴你看你要拉近的还是要怎么样的这边就让大家去尝试。假设我是要这样子的，好，我要到这里，那这里呢我建议各位在这个四角形摄影机这里呢按下右键，好，这个把它按下去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头播放，我们刚刚第一个到第二个，它已经呈现了一个从这边拉过来的一个动画了。好，那我们就一样继续从第二个开始复制。我假设复制到一样是这个1秒后，再点2下。好，那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都是用复制的动作呢？好，因为这样子呢，我是要让摄影机是连贯起来，它是顺着过去的，所以我会用复制的方式，好，让前一个视角呢，来做参考，然后再去做拉的动作。那假设这里我要把它拉近，然后再按打勾。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从头播放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好，它就是从这边拉过来再拉近嘛。那我们再继续，我一样在下1秒再点2下。那假设说我不要只有一个镜头，我要拉圆又拉倾斜，这样可以吗？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你按打勾之后，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它一般都是会抓你最后一个镜头，然后再把前一个镜头把它连在一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好，那这边呢就非常轻松。那你就看你要拉到几秒都没有问题的。那尽量不要太长不然它运算时间会比较久一点，而且动画一般都是比较短的。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来尝试一下，看你要怎么去移动你的镜头。再来我要介绍的是爆炸图的动画。那这边呢如果有使用过组合键的爆炸图的话，应该都会清楚知道说组合键那边呢也会有爆炸图的动画它就是直接把你的爆炸顺序给它炸开来这样子。那这里呢就是套用组合键那边的动画来转换过来的。那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范例。像这个简易的齿轮箱呢它就是用这个爆炸图的范例来所做出来的一个动画。那它当然是有搭配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摄影机的技巧来呈现更流畅更多元的一个动画。那怎么做呢？我这边来教大家。我们从这边会看到一个动画精灵，你直接点选进去之后呢，它这里呢会有一个让你旋转或者是爆炸或者是爆炸解除。好，那这边呢这3个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因为这3个其实是大同小异的。那这边呢我来介绍一下爆炸解除好了，就是它是从炸开来的状况呢把它组合在一起。那你点完之后呢，你直接按下一步，然后看你的长度要几秒，假设我要5秒，然后呢看你延迟的时间要多长，我假设是没有延迟的时间，直接按完成。好，那按完之后呢，它就直接会帮我插入这个画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况是怎么样。好，我让大家看一下，它就是做一个我在组合键已经做过的爆炸的步骤，那它就直接把它套入进来。好，那这边呢其实也是蛮容易的。那前提是呢，你必须要有在组合键里面已经做了爆炸图。那这边呢如果还不清楚的人可能要去了解一下。那这边呢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再介绍关于组合键要怎么做爆炸图这一块。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尝试一下。再来我要介绍怎么样移动物件来产生动画呢？那一样呢在教学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实际的案例。像这个罗根的作品呢，它就是用移动物件的来产生这个动画出来的。当然它是分多个镜头所产生出来的。好，那要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我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简单的动力。假设我们有一个东西它要做旋转，像是风扇或者像这个是以一个半径做圆弧状的旋转的话，可以用这个动力来产生它。那这里呢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必须要把你的组合键呢限制条件给它处理好。那这边你如果还不太清楚的呢，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好，那你有一个组合键入门篇，你可以从里面来学习。好，学习观看之后呢，你再来学习这一块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假设这里呢，我让它 RPM 0.5 慢一点，然后我点选这个摇臂，然后是这样子的状态，我直接按打勾。假设我要在2秒的地方把它拉过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是怎么样的状态。好，一般它会去做运算的动作。好，那我们如果看到这里有黄色的标示，表示它有运算过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做动。就是这样子下来嘛，对不对？那这样子呢也是可以做的，但是是没有那么直接的。那这边呢，我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这个动力这边看一下怎么使用。那当然它也有是直线的，好，直线动力这边就留给大家参考，我就示范旋转动力就好。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按右键把它删除掉或抑制掉，都没有问题的。那我就直接先把它删除。好，现在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假设我一开始呢是这样子，我示范给大家看。一开始在0秒的地方，我先拉到2秒。好，这里拉到2秒的地方呢，我们直接来这个画面。假设我要先让它移下来，那你就直接移动物件。好，假设我要这样子，然后我们来给它计算一下，看它会是怎么样的状态。它就会移到你最终你移到的位置，从一开始到最终。这样子呢，它连贯起来是非常适合的。如果你要继续移动呢，你也可以继续的往下去延伸。好，一样你要先拉到你最终的时间轴，然后再来做你移动的位置，看你要移动到哪里。好，假设是这样子。然后你再去做计算。好，这样子呢，它都会直接去计算出说，你的位置、时间，还有你的移动的状况是怎么样。你计算完之后呢，你可以再来观看这是不是你要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是先往下，再往上。好，这样子简单的动画呢，我们就可以呈现出来。那我们就以这样的基础呢，来运用说，我们可能要怎么去移动它，以及搭配前面的摄影技巧，或者是爆炸图的动画等等的。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更多元的去表达说你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做动的。那这边呢，就留给大家去练习咯。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基本的动作。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指令可以去选择嘛。那这里呢，我会介绍的是接触，好，主要是以接触跟动力来所产生的。好，那这边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日内瓦机构，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好，像这样子，它会有接触跟动力。好，那这边呢，我先选一下基本动作，才看得出来。好，这样子。好，它可能需要重新去计算一下。好，这样子它其实可以看得出它在旋转。那它在计算的过程呢，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关于这里呢，那它还会有第3个是动作分析。那关于动作分析呢，我们在这边是看不到的。一般我们是要从工具的附加里面，你把 SolidWorks Motion 打勾按确定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动作分析。那动作分析呢，这边是不适合动画入门篇的。那为什么呢？那动作分析呢，它运算呢是比较多元一点的。这里可能你可以给的一些参数会更多。那它最终呢，是你可以去套入到 Simulation 的，就是一个 FEA 的分析。那在这边呢，可以在动态与静态这边做搭配。那因为动画入门呢是不适合的那所以我就不介绍到这里，我就先暂时把它关闭起来。好，那我们看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次。刚刚有一点问题，好，直接看一下，它是做接触的以及动力的一些
动画的呈现。那当然有搭配前面的摄影技巧来呈现出来的。好，那这边呢，让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动画要怎么做呢？那我直接产生一个新的，跟大家来解释一下。那我就假设我要做到4秒就好，短一点。那首先呢，我先把它移到基本动作这里，这边可以切换嘛。那我先给它一个动力，由这个主动键去旋转。假设我的 RPM 是15，我直接按打勾，给它一个动力。那再来呢，这两个要有接触的条件，模拟它两个是接触的，就类似凸圆这样子。那这里呢，我就直接点选这两个零件，点选完之后直接按打勾。这样子，其实这样已经是完成了。我们直接按计算来看一下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动画的产生。好，这里是有一点状况的，我让它再重新计算一次看看。我的动力呢，方向给错了，所以它有点错误。那我们再让它重新计算一次。好，看起来就比较正常一点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它就是这样去做动的。那这里呢，你可以再搭配刚刚前面所介绍的摄影机的视角，以及或者是爆炸图的动画，再来呈现这个动作的基本动作的话，那其实这样呈现的话是会蛮完整的，可以呈现出你的结构，你的零件，甚至于你的那个做动方式，都可以呈现得非常的完美。好，那这边呢，主要的动画入门篇呢，我就介绍到这边。那还是呼吁各位要去多做练习。那如果你在这一块呢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到底下来留言询问。好，关于动画的入门篇呢，我这边来总结一下。那我来询问一下各位，前面这几个指令，我所教学的，你都学会了吗？假设你都已经学会了，而且也蛮纯熟的，那就恭喜你了，因为你所搭配出来的已经可以非常灵活运用在动画这一块了。光是简单的摄影机技巧呢，已经可以呈现非常多元的方式了。加上你再搭配爆炸图的动画以及基本动作的结构性的话，组合件或者是零件看起来呢就会非常的专业。那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动画就是之前呢我有使用过停格动画它就是使用多张照片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动画这样子呢也是可以拿来做搭配使用的当然它不是 SolidWorks 里面的指令是另外去以图片来产生出来的。那这样的方式也是可行的并不一定就是使用单一个指令你也可以去做互相的搭配。那这边影片最后呢，我也是会分享这一块的方式的。好，那到这里呢，动画入门篇呢教学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你有使用不太会的想要了解更多的欢迎到影片的底下来做留言询问。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咯，拜拜。